这是你问 AI 的问题，这些都是你问 AI 的问题。你有没有想过 AI 每天收到这么多的问题，那这些问题在他眼中看起来是什么样子的呢？是否就是你输入的样子呢？当然不是。上一节我们介绍过你输入的内容并不是模型真正看到的内容，模型厂商会改成这样的格式 user 冒号你说过的话 assistant 冒号，然后模型在这后面接。那除了这个改格式之外，厂商还会加入其他的内容吗？答案是肯定会。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有段时间很多人觉得 DeepSeek 就是 GPT 模型蒸馏出来的，并列出来证据，就像图中这样，问 DeepSeek What model are you？ 他会回答我是 ChatGPT。很多人觉得这个回答就坐实了 DeepSeek 就是蒸馏的 GPT 模型。但我们理解大模型就是做文字接龙的原理后，就知道这个并不是模型承认，而是它模仿了它训练中常看到的一个回答模板。ChatGPT 是互联网上非常流行的 AI 软件，它的这种回答很容易就被大量的收录到训练资料中。DeepSeek 的模型在训练中见过大量我是 ChatGPT 这样的回答样式，于是模型在缺少约束的时候会选择训练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回答模板。这并不能说明 DeepSeek 就是蒸馏了 GPT 模型，但是这个事情确实引起了很大的舆论乌龙，所以为了避免乌龙的情况，模型的厂商都会强制在用户的输入前加上这么一行的身份设定，类似你是 DeepSeek 是深度求索公司训练出来的大语言模型，加入了这样的身份设定后，这样模型回答时就不会乱认亲戚说出我是 GPT 了。除了刚刚的之外，我们还经常看到过模型说我的知识只更新到2024年6月，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他会记得训练资料的时间？大模型不是只会文字接龙吗？这个肯定不是模型记得自己的知识更新到了哪一年，他根本没有记时间的能力。这句话其实是模型厂商在用户输入前加上了类似这样的话语：你的训练数据截止到2024年6月，如果用户问之后的事，请如实的回答说你不知道。也就是说，不是模型知道他不知道24年6月份之后的信息，而是厂商在你输入的内容前面提醒他你要承认在24年6月之后的信息你不知道。除了你是谁，你的知识截止日期，厂商还会顺带加上当天的日期，让模型看上去像活在当下，还有一些规则、人格设定等等等等。这些由厂商加入的信息有一个统一的名称，叫 System Prompt 系统提示词，它是由模型研发团队，例如 OpenAI、Anthropic、DeepSeek 编写，用于给模型一个基础的设定，确定模型整体的人格语气，比如 GPT 比较理性克制， Claude 更温柔共情。另外设定能力边界，告诉模型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再提供安全规范，碰到违规的话的时候模型应该怎么来回答，同时也确定回答的风格是简洁细致、一步步推理、多用符号、多用表情还是多用文字等等等等。简单来说System Prompt 就是 AI 的底层人格加道德底线加语言风格加行为规则，它决定了模型以什么样的人来跟你对话，并且这一部分 System Prompt 用户是改不了，开发者也改不了，只有模型厂商能改。无论你发送什么信息给 AI， 都会在你的输入前面加上这么一长串的 System Prompt。这就是为什么同一句话分别问 GPT、Claude、DeepSeek 会得到完全不同的回答风格，不是他们的智力有特别大的差异，最大的差异是因为他性格的预设不同。刚刚这从大致上介绍了 System Prompt 的内容，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知名模型的 System Prompt 到底长什么样。虽然很多闭源的模型如 OpenAI 的 GPT 不会公开它的 System Prompt， 但是 Claude 会，并且每一次版本的更新它都会公开最新的提示词，写在它的官网文档中。这个就非常适合作为了解一个模型的行为为什么这样的案例去学习 System Prompt 到底是什么东西。 Claude 最新的版本的 System Prompt 是 Claude Haiku 4.5， 它更新于2025年的10月15日。你看完它整个内容其实就像一份身份设定、公司说明加安全规约加说话风格指导加心理支持手册再加知识边界声明。原文是英文的，格式其实也挺难读懂的，我把它翻译和模块分隔了一下。我们从头来看 System Prompt 到底有哪些内容。第一个部分呢，就是模块边界标记，在最开头就给出了边界标记，比如你看到有 Behavior Instruction、General Claude Info， 这两个就是行为指令和通用信息的边界。你把这一个内容拉到最后，就会看到代表行为指令结束的标记 Behavior Instruction。注意看呢，这个结束符号比开始符号多了一个斜杠的下划线。像这些模块分隔标记，它并不是为了给人类排版好看，而是为了让模型能稳定的识别这些指令属于不可违背的系统设定。这种用特殊符号进行内容分块的方式，在和 AI 交流中其实是很常用的。但我们作为用户来进行这一个内容分块的时候，最好不要用和厂商相同的样式，否则模型可能会误以为你想覆盖系统的设定，反而导致输出异常。比如说在用 Claude 的时候，模型厂商用的是小于号和大于号，我们就用中括号或者用双小于号双大于号这样的形式来进行内容的分块。但是你看 Claude 的 System Prompt 按照
人类的排版习惯，其实最好是通用信息用2级标题，从而和1级标题 behavior instruction 行为指令做出区别，方便你视觉上一眼就区分出来。但是 AI 它不是靠视觉看的，所以它根本不区分这个排版信息，阅读信息时它也不靠这个。只要有了明确的区分，排版混乱对它来说是没有区别。不过我们这里为了方便小伙伴观看，我还是做了一定的排版和换行上的调整。总之，这一类标签是模型内部做区域标记，它不是给人看的，是为了方便模型识别这个内容的分块的边界。接下来 Claude 的系统提示时正文内容的第一部分就是通用信息区，它告诉了模型你是谁。这一段在本质上就是给模型发了一张员工的工牌加公司内部知识库摘要，内容包括身份，你是 Claude， 由 Anthropic 公司创建，当前的日期让它看起来像活在当下，它可以介绍什么产品，不能乱猜什么内容，它的发言对用户是可见的，如何来提供提示时建议，用户如果不清楚提示时的话，引导用户去 support 或官网。那为什么要在系统提示时中提供这一段信息？你如果没有这一段，就很可能会出现模型回答我是 GPT， 做出和 DeepSeek 一样乱认亲戚的行为，从而引发舆论危机，并且模型在回答自家公司的产品的时候也说不清楚，从而让用户认为模型的能力不足。所以 Anthropic 公司加入了这一段系统提示时。总之 Claude 对自身身份和自家公司的产品不是他自己天然就知道的，而是我们直接写进了系统提示时里面。在通用信息区后，下一个部分就是拒绝策略，它是用来保证模型不做坏事。这一部分是整个系统提示中最硬的规则，它规定模型不能提供生物、化学、核武器信息，不会编写恶意代码，不给欺诈、攻击、投毒等行为提供帮助。遇到了潜在危险的请求的时候，必须拒绝，不能顺着用户走。同时也让模型避免创作真实的公众人物的内容，引发官司。这个呢，有点像 Claude 的职业底线。你像医生有医疗伦理，记者有报道准则， Claude 也有这一个他的职业准则。Claude 的职业底线就是主打一个安全，不做坏事，不惹事，不惹麻烦，做一个乖宝宝。不过我们看了这个模块之后，就会了解 Claude 它不是天生善良的，是系统规定的，它必须善良。在拒绝策略下一个部分就是语气和格式了，它决定了 Claude 的说话风格。这部分的设定呢，是对用户体验上影响最大的，是用户最能感受到的部分。它决定了 Claude 为什么是现在这种温和、不冒犯、有耐心、说明清晰、不乱用感叹号、不故意装深沉、不搞花里胡哨表达的这样的一种风格。我们详细看的话，会发现它具体规定的包括情感陪伴场景用自然温柔的口语表达，知识说明场景用连续段落，不要乱用列表，不主动用表情，不主动用多重格式，不要一次问用户多个问题。对未成年人、脆弱的用户要保持友善的态度，不主动使用脏话，用脏话的时候要保持克制。这一些具体的规定让 Claude 给人温柔、克制、不会越界的这样一种感觉。这种人格不是模型自己天然长出来的，是直接写在了 System Prompt 里面。在这个部分之后呢，就是用户情感安全的部分，它是确保对人有益，不造成心理伤害。这一段非常重要，但很容易被忽略。它主要是关注用户的情感问题，包括了它会提供情绪支持，但不会做情绪操控，会避免一些鼓励自责、自毁、成瘾的危险行为。如果发现了用户出现精神状态的异常，会温和的指出，并建议寻找专业帮助，同时会避免强化妄想和加深负面情绪。这一部分用户情感安全的规定，让 Claude 不是作为一个情感陪伴者，而是一个稳定不过度卷入的倾听者。这避免了用户真的把 Claude 当成了 AI 女友啊，谈起恋爱来了。再下一个部分呢，就是知识截止。这一部分告诉了模型你知道的内容的边界在哪，其中明确的告诉了 Claude 的可靠知识截止日期为2025年1月底。用户询问截止日期后的事件，要告诉用户无法确认真伪和细节。这就是为什么 Claude 经常会说，以下回答基于我截至2025年1月的知识可能会存在变化。也就是说呢，模型是不知道自己不知道，只是当话题触及到这一个时间线后，模型遵守系统提示时中的规定，不假装自己知道。我们如果换一个规定的策略，它也是可以一本正经的往后说的。在这一块的信息中啊，其实有一个特别有趣的内容，就是特意弄了一个选举信息区 Election Info。在这个信息区中明确的说明了美国现任总统是川普，他是击败了哈里斯当选现任总统。因为 Claude 的知识截止日期是2025年的1月，而在这之前刚好发生了美国总统选举，这是一个大事。很多人问，那一段时间其实我们也看到信息在互联网上流传，和模型争论美国总统是谁的聊天记录，用这个来证明大模型愚蠢，然后翻车了。模型厂商的估计也是被这个烦得不行，站出来说技术细节的也根本没人听，干脆就直接把这一段信息加到了系统提示时中，作为固定的参考事实。这样模型就不会因为它在训练样本中的一些历史信息而给出错误过时的答案。加了这一段信息之后呢，很多人发现模型不再回答美国现任总统是拜登了，就觉得模型变聪明，实际上根本没有，就是多了一段提示词而已。最后一部分内容呢，是关于长对话的提醒。当对话很长时，大模型会越聊越偏。那为了避免大模型遗忘这系统提示时，系统会在后台自动重新又把这些提示时插入进去。这个动作防止了 Claude 在长对话中忘记了这些基础的设定，忘记安全手册，忘记语气规范。不过这么干了之后呢，你就会知道，哪怕你只是简单的发一句你好，其实前面也会加上这么一长串的 System Prompt， 甚至有可能不止加一遍。到这里 Claude
Claude 的全部系统提示词就看完了，相信小伙伴们都会有自己的一些感悟。看完之后呢，首先我们会理解到 AI 的人格其实不是能力，它是一种设定。Claude 并不是自然的表现，像一个温柔聪明的人，他之所以这样，是因为系统提示词规定了他必须这样。其次呢，我看这个系统提示词的时候，觉得做公司真是太难，这么长篇大论的系统提示词，字里行间充斥着满满的求生欲，这不敢，那不行，这不能做，那是红线不能碰，干这个会导致舆论危机。毕竟这是要面对所有用户的产品，鸟大了怎么林子都会碰见。最后啊，我们以 Claude 的这个系统提示词作为一个样例啊，但实际上像这种长达1700字，像一个小作文式的系统提示词也是很少见的。这估计差不多有3K 的 token， 总共 Claude 的上下文窗口也不过200K， 这就占掉了 1.5%。一般模型的系统提示词也就几百个 token， 不会真的拉到这么长。到这里我们就知道了，在你的输入内容中会被加上 system prompt 这一段信息，并且这段信息长什么样。那么下一个问题来了，除了这一个系统提示词外，还会加入其他东西吗？大模型真正看到的完整输入到底长什么样呢？下一节我们就来了解这个。我是野生 AI 产品，一个工作在 AI 最前沿、爱思考、爱琢磨的产品经理，希望能陪你一起度过 AI 的浪潮。